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大家最近有追热门韩剧《非常律师禹英禑》吗？我觉得超好看的耶！这是一部法庭剧，而且男女主角的感情戏也让我很揪心哦。不过剧中还是出现了一样重点美食，那就是海苔饭卷。其实，在看这部剧之前啊，我没有吃过韩式饭卷，就要来开箱一下韩式海苔饭卷的滋味，并且讲解有关它的小知识。不过在那之前，大家看到我面前有2盘海苔饭卷，到底哪一盘是韩式，而哪一盘是日式呢？那我先公布答案啊，就是这一盘韩式的海苔饭卷呢，它不会把头尾都切掉，而是会留下这个不整齐的部分，据说是看起来比较澎湃啦。可是日本人呢，就还是很严谨，要很体面漂亮。那还有一个差异是，大家可能透过荧幕无法察觉，但是我在这边，它就一直闻到麻油的香味。他们会在紫菜上面表面刷上芝麻油，还会撒一些芝麻的颗粒。麻油加上海苔，大家可能觉得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常常会买那种海苔的零嘴，脆脆的，上面已经涂好麻油的海苔。韩式饭卷它不是用那种海苔做，它还是用原味的海苔，可是它是在最后完成的时候才会在上面刷上芝麻油跟撒上芝麻粒，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以为韩式的海苔饭卷就是用那种麻油海苔来做的。日式的海苔饭卷呢就没有这个芝麻油的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调味的部分，就是日式的海苔饭卷，它的饭是醋饭，可是韩式呢，它的饭就不会这样子调味哦。那材料也有不同哦，虽然还是有一些相似的部分啊，比如说他们都有蛋，然后可能都会有小黄瓜，然后也都会使用一些海鲜。在日式的部分，大家可能很熟悉，像这种比较粗的 futomaki 太卷啊，通常它会用上瓢瓜、小黄瓜，然后玉子烧，然后可能像台湾还会加肉松，那在日本可能会有鱼松、虾松这样子甜甜咸咸的材料。那在韩国呢，有一个一定要有的食材，竟然是腌黄瓜耶！这我还蛮意外的，因为日本也有腌黄瓜，但是韩国的海苔饭卷竟然一定要有腌黄瓜，然后还会有牛蒡。肉的部分呢，他们会放火腿哦，我觉得这可能是跟美国文化影响有关。那另外也会放泡菜啊，或者是他们的烤肉啊，还有一个蛮特殊的食材是菠菜。那讲了这么多，现在就来试吃一下韩式海苔饭卷哦。我已经被这个麻油香气馋了好久了。有清脆蔬菜的口感，还有牛蒡，是那个禹英禑饭卷里面一定要有的材料。这家饭卷是我们小编特地去买的，老板是一个韩国人，他有透露说，现在韩国最流行的饭卷口味是辣鱼版，如果有去韩国的话，也可以吃一下。我觉得跟日式蛮像的，就像是没有醋饭的海苔饭卷。日式的海苔饭卷还是会给人比较酸甜的感觉，韩式的它真的完全就是咸食。那麻油香气我觉得很对台湾人的胃口。再来吃一下日式的 futomaki， 真的是相当的胖，相当的粗，醋饭的酸甜的味道。它的玉子烧也是比较厚的，跟韩国是那种像蛋皮一样的，比较不一样。小编买到的它是蟹肉棒口味的还加了肉松，它其实混了一点台味在里面啊。一般日本人吃的 futomaki， 如果高级的话，可能还会再加鳗鱼啊，可能也会再加，比如说一些鱼卵啊。那其实除了 futomaki， 它还有比较细的，就是细卷 hosomaki。不过韩式的饭卷，它其实应该都是比较偏向日本 futomaki 的这一种包很多材料的饭卷。那试吃完2种饭卷呢，我觉得韩式的海苔饭卷真的还蛮对我胃，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麻油的香气，然后它味道比较咸，所以对我来说也比较像是正餐的感觉，可以给我饱足感。日式的海苔饭卷，它的醋饭酸酸甜甜的味道应该也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其实它有点像是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可以填一下胃的一种小点心。不过大家一定觉得这2种饭卷真的很像吧？不仅外形，然后它制作方法，甚至一些材料，其实都有相似之处。那到底韩式饭卷是怎么来的呢？它难道真的是抄袭日本的寿司卷吗？关于韩式饭卷的由来，其实有2种说法哦。一种是说它确实是从日本传来的，日本它在19世纪末其实就加强对于韩国的控制。在20世纪初，1910年到1945年这段期间呢，日本是并吞了当时的大韩帝国，当时就传入了很多日本的饮食习惯，包括了这个寿司卷，还有
便当文化也是在那个时候传入的。但是有另外一说主张，不，韩国的海苔饭卷其实是我们韩国人自己发明的食物。他们有几个理由哦。一个是说这个和他们的传统食物叫做 boksam 腐果有关。boksam 它其实是用紫菜或者是大白菜包裹饭做成的饭卷，通常会在元宵节的时候享用。它有一个吉祥的寓意，是把福气吞下肚，所以是一种节庆食物。那韩国人就主张我们本来就有 boksam 啊，那这个跟日本没有关系。可是你看现在的是海苔饭卷，它的样子其实跟腐果是不太一样的，它里面包了很多材料，而且用竹帘卷起来啊，然后它的切的方法啊，其实都跟日本的海苔饭卷很像。这个就要说到，其实 gimbap 海苔饭卷这个字在韩国也是一个新的字，它是1935年才在韩国的报纸第一次出现的。当时的海苔饭卷呢，其实很多都还是用醋饭，而这样的食谱其实一直要到1977年才改变。1910年、1920年成长的韩国阿嬷啊，他们当时做的海苔饭卷其实都是照日本的方式，一定会加醋、糖跟盐来调味他们的饭。但是韩国人可能后来也想要发展出自己的饮食文化吧，所以他们的海苔饭卷呢，就逐渐改成他们自己的样子。甚至韩国人还回去找历史文献来证明韩国的海苔饭卷是起源于韩国本地。第一点，有一位佛教僧侣依然，他在1281年编纂成书的《三国仪事》里面就有提到，新罗国人已经懂得使用海苔，还有在元宵节吃腐果这个习俗，当时也已经存在了。第二点，在1425年朝鲜世宗年间编纂成书的《庆尚道地理志》里面也记载着海苔是庆尚南道河东郡的特产。那第三点，朝鲜王朝末期的食谱《释义全书》里面也记录了海苔包饭的调理方法，跟今天的海苔饭卷是很像的。但是这样的起源说啊，其实日本人还蛮不爽的，他们觉得韩国人又犯这毛病了，又在说所有东西都是他们发明的。日本跟韩国之间的爱恨情仇我们就不涉入啦，两种饭卷我们都吃，好不好？你觉得为什么语音那么喜欢海苔饭卷？像我这样的剧迷就知道，因为禹英禑他是自闭症患者，那他在剧里面有讲，他不喜欢被不熟悉的食材吓到。韩式海苔饭卷的食材是一目了然的，他就可以很安心。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是，当他吃他爸爸做的禹英禑饭卷，他都可以很安心的直接直的放入口中。但是如果他吃别的餐厅买来的饭卷啊，他就要确认这里面包了什么食材，是横的放进去，确认食材之后才会安心的吃下去。而这个是演员朴恩斌自己创造的小细节，我觉得很细心。那大家还喜欢我今天讲解料理的方式吗？你还想知道什么料理的小故事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那也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